我知道明义哥就是王总编辑了，在大陆采访这么多年，其实呢，他出的书当中，我们刚再来打一次书哈，就是他出的书当中很多本，然后其中呢包括了波涛滚滚啦里面有提到很多的两岸的谈判30年的一个秘辛。我想要知道说，就是在美国完成了新一轮的政党轮替之后，拜登政府呢，现在对华的一些基本的政策，还有对北京啊，还有台湾都是很高度的关注的。是不是在这几十年的中美台的关系较量的过程中，有什么样比较关键的重大的转折，或是历史的秘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主要就是因为从这个美国刚经历他们的新一轮的政党轮替嘛，所以尤其刚刚你在我们一开始节目谈到说，到底美国、香港都众议员也关心说，可不可能美国跟台湾再强化再提升一下美台关系，甚至可能有没有可能恢复一些1978年以前的邦交关系啊？那我想这个东西本身就涉及到一个很复杂，过去应该讲从1949年到现在，很多问题一直在生态环境在变嘛，整个这个政治时空一直在改变。这个不只有美中台之间的，还有国际的整个东亚的情势都在改变。那我想这里面有一段蛮有趣的一个秘辛，就是说在1949年当1949年的11月1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当他讲完这个话之后呢，第一个承认中国的是苏联当天就承认那第二天美国都表态了，但表什么态呢？美国在华府就当然应该是当时应该是东方的时间这应该讲说亚洲的时间是2号的，应该是下午但是在美东应该是3号的上午，就是当年1949年11月3号，应该讲说是中国宣布成立之后的第3天第3天，那这个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个声明，承认当时的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所以他不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没有承认，这个承认是到1979年才承认，到1979年才承认。所以你可以想象说，1949年的10月1号到1979年，将近30年，将近30年，事实上是承认中华民国。所以我在想说，这是蛮有趣的，就是所以那当时这个声明呢，这个国务院这个声明是在 DC 发表了，但问题是当时中华民国是在广州，所以当时在北京的是中央的叫做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广州的是中华民国。那当然中华民国当时国民党也这样讲，叫流亡政府嘛。事实上，当年的4月23号，当这个解放军攻下南京以后，事实上当时国民政府就从南京迁到上海。那上海没有定点没有定下来，一路就迁到广州，后来又迁到重庆，最后迁到成都。所以真正中华民国政府是从1949年的12月9号应该讲12月7号，当时的行政院的院会阎锡山就做了一个决议，就要把当时的中央政府迁到台北来。所以1949年的12月8号，当时的一架专机应该是中美号还是美龄号，就从成都的机场就到了台北松山机场。所以当时两岸正式的分裂就对了。那就是民国38年的时候。对，所以说这个美中台关系，所以所谓的拨迁来台的话，就是民国38年。照政府法定的这个日期来算的话，应该是1949年12月9号，当时的行政院会在台北正式恢复召开，对不对？所以从法理上来讲，整个中华民国的法统如果没有中断的话，是从那一天开始连接起来。那这个微妙的这个历史的连接，就当时在49年的10月到12月，这个中间是有些重叠的这 ROC 跟 PRC 在大陆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当时叫划江分治嘛。所以一个整个中国大陆，然后有2个政府，然后轮流在换不同的一个首都。虽然是这样，但当时还有零星的战斗嘛，所以内战还没有结束的。在浙江、在海南、在这个西康，所以西康就在西南各省，实际上国共内战是还没有结束的。那当时美国政府当然的立场是支持中华民国的，所以我刚刚讲，即使到1949年10月1号，中共宣布成立新中国那当时美国还是承认中华民国嘛？那当时是在广州，那到后来1949年12月16号才通知蒋经国总统说我们要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所以这个中间经过30年的波折，关键你看，所以我们跟美国做了30年的朋友所以当时我是刚讲，当时是个反共年代嘛，因为当时有他的两岸这个二战后的这个所谓的二战后的这个冷战时期的一个背景，所以为什么说当时1979年当时季辛吉跟这个当时的共和党政府希望快速跟中国建交，是因为
当时美苏是对抗的啊，在美苏对抗是美国这个战略家，他希望是拉拢中国来对抗苏联，所以是拉中抗苏啊，所以抗俄吧，当时应该讲，所以这个东西有它的国际上的这种整个形势的转变嘛。那现在慢慢的是要开始要这个拉中啊，这个开始要这个又要拉俄，又要抗中这样，所以这个很多的变化是，你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很多的转折是这个转折是很重大的。当然，所以很多人在讲川普那4年，很多人很关心说会不会出现重大转折，但后来应该是有些变化，但是也不算重大转折。所以即使像刚刚提到的，又回到最原始的。有些美国参议员跟众议员当然很关心，说台湾跟美国是不是可能恢复邦交？这个议题本身是存在的啊，但这个议题的可能性，对议题的可能性跟它的现实性，也必须要受制于当代的这些当时的就现在的整个国际环境啊，跟美国新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一些限制。我也想知道，在那个你刚刚讲的1949年的那个年代，除了美苏之外的其他的国家，怎么样来看待中国大陆这一块的2个政府？这当然这是个很复杂的国际问题，这个我们很难讲得清楚啊。但主要是因为当时因为是2强的这种所以2极的斗争嘛哈，美苏的这种2强的这种争霸啊，争霸里面当时因为中共当时又陷入这样它的内乱，包括后来到1966到1977啊，还在有10年文革动荡啊。那我想这个东西本身，中国在当时来讲是守国的嘛，是一个封闭的，是呢一个比较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比较落后，比较跟世界上比较没有接轨的啊。这个情况下当然是因素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后来是因为整个1978年，邓小平重新掌权以后，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因素变强大了。这个强大以后，开始当然美国就开始思考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才会一连串的那些后来的包括建交的一些问题。那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前的1972年，当时包括秘密的这些对话里面，包括尼克森，包括基辛格，所以我想这些国际因素的转变啊，是它有它的脉络跟它的一些历史因素在驱动，就对了。不过从1949年到现在哈，就是72年，中国大陆他们其实内部对跟台湾的关系，其实一直不断的在改变。这个当然也是改变，从当时内战到后来敌对，两岸之间最后一战是1958年823炮战啊。那823炮战之后，当然就结束这个状态啊。这个状态目前后来又变成冷战，又变冷和，冷和又变成开始又有点小敌对这样，所以敌对就零星的矛盾冲突。那实际上军事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化解嘛。所以为什么说在1995年，当时江泽民跟李登辉时代开始对话之后，开始提出一些所谓的考虑终止两岸敌对状态，是因为当时1958年之后的这些状态并没有完全解决嘛。所以两岸的军事的对峙没有解决，但是李总统时代是解决了两岸的政治问题，所谓的动员戡乱问题，把大陆视为敌对的这种所谓动员这个戡乱的敌对团体、戡乱的对象，终止动员戡乱就不再视你为敌对团体，但是也没有说完全说是个和平，也没有说是朋友，也没有说是很好的朋友，所以这个状态就不明，所以定位就很复杂啊。对。OK， 然后从李登辉时代，其实后来的马英九去做了这个探亲的这个整个，这不应该是讲说讲金国时代就开放探亲，开放探亲的这个开始。当然是李总统跟当时李副总统跟马英九是局长，两个在执行这些主要的任务的，还有包括当时的这个蒋经国总统的任内的副秘书长叫张祖仪老先生，老先生现在还103岁高寿，这个身体还不错这样。当初在处理这个两岸事务的李登辉也好，马英九也好，他们应该都没有想到说后来会成为总统。所以这个是历史转变很难讲嘛，所以很多东西就必须要你要掌握到，就刚刚提到说台湾怎么样确保我们最大的国家利益啊？对，就你怎么样去应对这种瞬息万变的外部情势啊？怎么去掌握这种变局，而且能够把台湾的整个国家战略能够稳住啊，而不应该在这种大国的较量跟冲突矛盾的过程，牺牲掉台湾的一些利益，就对。那台湾现在跟大陆的关系是算是进入贸易战吗？当然不是贸易战，这么密切的贸易关系怎么叫贸易战？我们是个很强大的贸易伙伴啊，当然也是个很敏感的这个军事对峙的一个伙伴这样。所以在军事上是一个，所以这个情况跟美中目前的处境是一样的，既有对抗啊，又有合作啊，既有冲突又有矛盾，又有紧张又有敌对，所以你本身很难一刀切来看待两岸问题。所以执政者、决策者本身是应该很审慎的来规划因应每个不同领域的一些问题跟一些应变的策略。所以你觉得蔡政府在未来一个新的国家的一个策略上面的一个应对，就是说在国安议题上面的应对，他有能力？这个问题就有一点急迫性，所谓的就有点这个现实性跟急迫性啊。就像说我们刚刚提到说新的拜登政府上来，他在应对美中的问题上，事实上他有他的急迫性，就怎么样去快速的修补那种
拜登时代啊，这个川普时代对美国造成的伤害。这个伤害当然包括就是说跟各个这个盟邦国家之间的这种矛盾啊，跟这种冲突，所以他快速的去跟这些各国领导人打过一圈电话，开始改善跟修补一些关系啊。另外就是他重新加入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又重新加入这个 WHO 吧啊，把该给的钱给了，该给的汇回缴了，就是要开始重新加入这种比较，他希望由他来领导或者来参与这些重要的国际平台的运作，你才能够变成说才能够对中国形成某种的制约跟牵制效果嘛。如果只是你单打独斗，你也产生不了那些作用的。那台湾本身也是一样的处境，就是说你怎么样在新的国际的环境变化里面，怎么找到台湾最好的位置啊，最佳的位置，最佳的状态。这里面不是只有斗争而已，实际上有些东西应该合作的，有些应该妥协的，有些应该是谈判的，有些应该是要务实来处理的。那你所知道说蔡政府在私底下的一些对在中国大陆的管道，大概你所知道有哪一些呢？管道看你怎么定义啊，是授权的，是有效的，还是说还有分很多种？对，还有自夸的，还自称的。所以以前有个笑话说，两岸当然有管道，但问题是两岸的自称管道的这个，两岸当然有密使啊，自称密使的更多啊，这个。所以把那个都有没有作用，就是说主要看是那个在整个授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啊，这个机制要它的有效性啊，跟它的授权要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才能够处理一些问题嘛。那如果这个管道只是一个某种单向的对话或单向的放话跟单向的传递信息，我想那个作用是起不了太大作用的。大陆最近通过了一个两岸的直播的大赛，然后包含了台湾的什么主播培训啊，进行了一个试知的一个作战。认为说，中国大陆现在透过了网络上的一个方式来争取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那么昨天的国台办发言人呢，他也做了一个回应，他说是台湾政府呢是因为害怕民众了解大陆真实的情况。我觉得说现在交流的方式很多，是因为主要现在这个全球已经进入到那种所谓的网络时代啊。那网络时代里面很多的交流方式跟很多的交流的这个策略都已经改变了啊。所以我觉得说，不管是两岸当局，我想看待这些问题上应该更开阔一点，更包容一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当然，两岸也有很多政治的敏感度在里面，很多的交流是受到一些限制的啊。但我觉得说，不需要用太限缩的啊，或是太那种敌意的态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应该用比较自信的、包容的啊，更有步骤的方式来看待这些，尤其这些年轻世代的，他在某些透过新的平台、新的载具、新的方式、新的工具啊，来进行各种交流、各种对话。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让两岸的下一代提早的啊来认识，提早来交流，减少未来的可能的一些误判跟一些冲突嘛。那过去我记得以前在应该讲1990年代初期啊，当时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叫邱基利啊，他后来调到海基会当秘书长兼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他当时就提，你看25年前，将近30年前，他就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两岸的下一代应该提早交流。所以他当时甚至还建议说，每年台湾跟大陆应该各互派，譬如说1万个人、2万个人到对方的学校去交流、去学习，譬如说当然短期的、长期的都可以啊。他认为说，两岸的冲突跟矛盾呢，是因为长期积累的一些价值观的冲突、一些认知的差异。这种差异，他认为你必须要靠下一代来慢慢的来化解。你这个不可能1天2天就解决了，很多是价值观的问题，很多是这个冲突是长期累月啊，这个积累起来的啊。所以他认为两岸的下一代应该提早交流、提早认识、提早进行一些必要的对话。那他认为这个东西的交往是应该从年轻代开始，才有利于两岸下一代啊一些政治分歧早点化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一个建议跟看法。但是后来也是，问题是后来背后经常牵到很多政治问题，比如说这里背后就是一个统战啊，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政治目的啊？是不是有些什么这个渗透啊？是有些各种疑虑就产生了，所以这个表示说两边的互信是很低的啊。当前的情况也是一样。那我想这个是两边的互信很低，还是说单纯的像是蔡政府、像是民进党，他不相信、不信任比较多？我想这个两边因素都有，但加上民进党可能他们比较相信说他有个迷失嘛，他可能认为说这个反中政策、仇中策略是有助于他继续的这种长期执政的，因为这个东西对来讲，它可以挑动某些的情绪啦，激发某些的这种所谓的新的民主情绪，这个东西当然有它的选举上的必要的操作，但是对整个台湾的长远来讲，这个东西是不利的。所谓不利，就是说你这个分歧的存在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嘛，而且很多是历史因素造成的。当然里面有包括国民党过去早期那种反共教育啦、反共宣传啦，这个也是个长期
这个是个余毒嘛。所以余毒就是说，也是因为造成一般老百姓对共产党的理解的那种误判跟错误啊。那当然现在的这个政府的立场可能认为说，这种反共是另外一种新的反共形态啊。所以这个东西本身，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造成一种很多的认知或是那相互的理解不够啊，相互的差异的这种不管是生活方式的民族理念的。本来就存在着各种的差异在里面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是要靠一天两天化解，你必须要靠一些有序列的啊，比如说有步骤的、有策略的，采取某种交流方式来慢慢的逐步渐进的，一代一代的来解决这样。应该更多的交流，对，彼此的互相的了解。但是蔡政府现在目前似乎没有想要那么多的交流，对。这个有它的现实政治目的的考虑。你刚刚讲说是为了选票嘛？那当然是为了永续执政的需要。永续执政。但我觉得这个民事如果不突破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政党可能有利，但对台湾可能就变成一个有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你怎么抉择。就像台湾的年轻人，其实他们所认知的跟上一辈，比如说50、60年代的人的对中共的认知，有好的态度，其实是。其实我刚刚讲很多问题的本质哈，跟这个是应该是政党都一样，就是我刚刚讲过去的国民党或现在的民进党，可能有些时候他对于某种的政治上的操作啊，是基于他政党的考虑，但我们应该看说有些是这样，政党啊赢得选举了，但是可能台湾输掉台湾了，就是看你怎么去看待，就是说怎么是台湾最大的利益，什么是台湾最大永续的国家利益，这个东西可能每个执政者应该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嘛。好，今天呢真的是非常谢谢明义哥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非常多的两岸明星，而且明义哥对于两岸的事物非常熟稔，相当的熟悉。然后呢，最后是不是再请明义哥针对于最近就是两岸的一些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有没有什么比较想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不，我想两岸这个经过这4年啊，过去的4年应该很清楚说。两岸的底线在哪里？两岸的矛盾在哪里啊？我想应该两边看得更清楚。加上这个有一个外部因素的川普因素在这个叫撼动以后，两边应该很清楚说在哪些是红线，哪些是可以发展的空间，哪些是可以互利互惠的一个地方啊。我想经过这种冲突跟矛盾之后，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点。那看得更清晰，但问题是你怎么去选择一个更好一条路啊？其实两边来讲，包括你说美国政府来讲啊，你说川普也好，拜登也好。都说要让美国人过得更伟大，过得更好的生活。那这个习近平也讲说，追求美好的生活也是他们的这个应该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嘛。那我们这个蔡政府也好，或者以前的马政府也好，都说要让台湾老百姓过更好的生活。但问题是他们做的事情很多是决策者做的是背道而驰的事情很多嘛。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每个决策者有权利的人啊，应该在摸着良心想一想，说哪些东西是应该为老百姓着想，应该什么叫做人民的利益啊？什么叫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问题，我觉得这东西看起来听起来很高调，但事实上这东西应该是一个最真实的问题。怎么样让老百姓过得更好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东西是个起点嘛，你执政的起点嘛。如果说你这个东西都照顾不了了，连凤梨都卖不出去的，很多东西人也走不出去的。这个或是说你这个货物也都很多东西都出现一些矛盾了，或者有些冲突了，有些杯葛啊、抵制啊，这个。还被禁运干嘛？我想这个东西，你如果都没有办法谈，没办法解决，你也没有能力去化解，那这个东西，我想这个执政是不及格的。我想这个对任何政党都一样的。不过这种说现在要做，就说他上台之后一直想要做南向政策啊，可是南向政策似乎也没有做得很好。我觉得口号不要喊太多了哈，你有没有本事，要拿出本事来，这才最重要的啊。那我想这个口号会喊的这个不止民进党，我想很多党也都会喊。但我就是说。现在民进党可能是比国民党又更青出于蓝，更这个又更厉害的，就是说你做的东西啊，说太多，你还不如多做一点事情这样。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有关于这个江启臣，他就是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他提到说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威胁，然后但是国台办也做了一个书面上的回应，似乎也打脸了江启臣，这个部分是不是跟之前中国大陆对于国民党的态度，好像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不，我觉得这样看待啊，国民党跟国共之间的矛盾啊，跟这个民共之间矛盾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矛盾的形式是一样啊，是有些立场、主权观念不一样，但某些的是策略上不一样。那譬如说刚刚我的理解这样，江主席所讲的某些的这种所谓的大陆可能是某种的这个最大的威胁干嘛？那我想这就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个角度是一样的，这个并不冲突这样。两岸之间本来是我刚刚讲有敌对的，有竞争的，有合作的。你看你是挑哪一块去讲，你就挑一块讲的话，那很多东西你就看不到了。
你说两岸都是和，那也不是事实；两岸都是战，那也不是事实；两岸都是矛盾，那也不是事实。那既像美中之间，他们后来就是说，怎么样去共同推进一些合作项目，同时要共同管控分歧。我觉得两岸应该要学取这个教训了。哪些是可以往前推的，大家共同来合作；哪些是有矛盾、有分歧的，要怎么共同来管理、来化解、来处理。那两边的管道跟两会的管道本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嘛。那如果说两会的管道都动不了，门也开不了，那连谈判桌都坐不上去，那你怎么去解决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呢？所以我觉得说，你不管是凤梨的问题，不管是 ECFA 的问题，不管是后面更大的这些所谓的这种供应链的问题，甚至说整个产业的这种调整的问题，还有包括像我们这种比较关心的这些护国神山的这些半导体产业啊，未来的发展脉络，那当然很多半导体产业希望说在台湾生根嘛，或者有一点永续发展嘛。问题是，你如果说你连水电东西都处理不好，你水电政策都不能确保，对企业家来讲，这是个危险的，他没办法下判断的，他怎么做永续投资呢？所以政府官员来讲啊，话不要讲太多，拿出本事来做多一些实事，口号不要讲那么多，才是最真实的这个本事嘛。对。好，今天非常谢谢《中国时报》总编辑王明义总编辑来到节目当中。